很多人以为5月那场风波之后，翟一莹的事业会被按下暂停键。但今天我要告诉你，真相完全不是这样的。就在外界还在猜测他是不是要与 quote 淡出与 quote 的时候，他的战绩单已经悄悄刷新了整个短剧圈的认知。先说说大家都熟悉的那个翟一莹，甜美的邻家脸，圆润柔和的气质与 quote 无攻击性与 quote 的观众缘，让他在短剧与 quote 甜美与 quote 赛道稳稳占据一席之位。可你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份甜美的背后是3年零休息的疯狂产出。他自己说过，性格允许一切事情发生，2秒钟接受现实，这句话几乎成了他这几年闯荡短剧圈的生存法则。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。今年2月，网络上开始出现一些针对他外貌的恶意吐槽，声音一度不小。5月下旬，他通过粉丝群发文，坦言因为私人原因要调整近期行程，郑重呼吁大家停止网络攻击行为。消息一出，评论区分成2派，有人心疼，也有人质疑。就在这样的舆论漩涡里，没有人预料到接下来发生的事会彻底颠覆所有人的看法。而就在同一时期，红果平台悄悄公布了一份数据，首期与 quote 星光榜与 quote 周榜。这份榜单统计的维度非常硬核，涵盖演员粉丝量、发文互动量、直播量，不是随便刷一刷就能上榜的那种。结果出来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愣住了。翟一莹以近3000万星光值杀进了综合影响力前5名。要知道，这可是在他本人身处舆论风暴中心的同一个月拿到的成绩。如果有一天你顶着满屏的质疑声，却还是把手上的活干到了行业顶尖水平，你会是什么心情？翟一莹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。先看他和卡戎合作的《野河荒长》，他在里面演一个出身寒门的少女叶河，把少年错过和7年后重逢的宿命敢演的让观众直呼演技爆棚。这部剧上线之后，有效观看量在短短9天之内就冲破了10亿大关。10亿这个数字放在整个红果平台都是能被单独做成海报庆祝的成就。如果你也觉得这份战绩不简单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。紧接着1月底，他和姚冠宇主演的都市情感短剧《半糖青梅》首播，上线仅仅24小时，热度就冲到了8561万，直接拿下红果短剧热播榜和新剧榜双料第1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另一件事也发生了，他和赵柯淳的第3次合作《芝芝复芝芝》，同样在48小时内把热度值拉到8510万，连续2天霸榜第1。观众都说，这组合早已经是与 quote 爆款保障与 quote 的代名词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他几乎每个月都有2-3部新剧上线，是短剧圈公认的与 quote 劳模与 quote。截至目前，红果短剧里收录了他74部作品。你敢信吗？别的演员2个月没新作品，热度可能直接腰斩，而他3年时间几乎没给自己放过一次像样的假。他说过，自己休息最长的一次是1周，前3天还好，后面就开始想念剧组的生活，主动翻起了剧本。直到多年后，或许大家才会明白，这种近乎自我压榨的高强度，才是他能在流量泡沫遍地的短剧行业里真正立住脚跟的原因。这个行业太卷了，新剧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，演员更新换代，快到让人目不暇接。可翟一莹偏偏靠着一部接一部扎实的作品，把自己从配角熬成了观众心中的与 quote 顶流一姐与 quote 候选人。去年11月，他还拿下了与 quote 流光盛典与 quote 的荣誉，发文感谢合作伙伴和粉丝这一路的陪伴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他这份坚持配得上与 quote 顶流与 quote这2个字吗？也有人说，翟一莹的与 quote 万人适配与 quote 特质缺乏棱角，怕他被定型成万能插座。但更多观众看到的是，她从甜宠少女到寒门逆袭女主，再到复杂人格的悬疑角色，戏路正在肉眼可见的拓宽。而这份拓宽的代价，是她放弃了大部分普通人拥有的休息和喘息的时间。所以，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，5月那场突如其来的风波，真的把翟一莹打垮了吗？如果只看当时的舆论，你或许会觉得她的事业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。但如果把时间拉长，把目光放到之后几个月的数据和作品上，你会发现，答案其实早就已经写在了现实里。
娱乐圈从来都是一个更新速度极快的地方，今天的热搜，明天可能就无人提起；今天的争议，也未必会成为明天的结局。真正能够决定一个演员是否站得住脚的，从来不是一时的流量，而是持续不断的作品输出，以及观众愿不愿意继续为他买单。而翟一莹恰恰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。很多人在5月风波发生时，都认为他会因此沉寂，甚至有人断言他很难再回到原来的位置。然而，事实却完全相反。就在外界还在讨论他的私生活，猜测他未来的发展时，他已经重新回到了剧组，一部接着一部地拍戏，用最朴素也是最有力量的方式回应所有质疑，不是解释，不是争辩，而是让作品替自己发声。因为演员最终拼的不是谁的声音更大，而是谁的角色更让观众记住。网络上的讨论可以持续几天、几个星期，但一部真正受欢迎的作品却能够留在观众心里很长时间。当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新角色认识他、喜欢他时，那些曾经铺天盖地的争议，自然也会慢慢被新的成绩所覆盖。所以，第一点，数据从来不会说谎。10亿级播放量，连续多部作品热度爆发，星光榜稳居前5，这些都不是靠营销能够长期维持的数字，而是他用3年来几乎没有停下脚步的工作节奏，一天一天积累出来的真实成绩。没有持续不断的努力，再漂亮的数据也不可能凭空出现。第二点，互联网的恶意终究敌不过作品本身的说服力。每一个演员都会经历质疑，每一个走红的人也都会面对不同声音。但真正能够留下来的，从来不是那些制造话题的人，而是不断创造作品的人。当镜头打开，当角色出现在观众面前，观众最终评价的依然是演技、角色塑造以及作品质量，而不是网络上的情绪。第三点，也是最值得思考的一点，当所有人都在等待他跌倒的时候，他却没有把时间浪费在回应争议上，而是选择继续前进。他没有停下拍戏，没有放慢节奏，而是把所有压力都转化成了工作的动力。这种选择也许并不轰轰烈烈，却比任何回应都更有力量。因为真正成熟的人都明白，最好的反击不是争输赢，而是不断成长，让时间替自己证明一切。或许这就是翟一莹能够一步步走到今天的重要原因。他没有因为一次风波否定自己，也没有因为外界的声音改变自己的方向，而是始终相信，真正能够决定演员价值的，永远都是作品和实力。流言终会散去，热搜中会过去，但作品会留下，观众的认可也会留下。这或许才是真正的逆风翻盘，不是靠一句豪言壮语，也不是靠一次完美公关，而是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时候，依然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，把每一天都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当实力不断累积，当成绩不断增加，所有的质疑都会慢慢失去分量。那么，你认为翟一莹这一次算是真正完成了逆风翻盘吗？他未来还能走得更远吗？欢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，一起聊聊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明星深度解析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